给员工涨薪太多，三星 SK 海力士被立案了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1个多月前，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场项目报告会上，为了感谢三星和 SK 海力士投资韩国本土的承诺，分别向李在镕和崔泰元深深的鞠躬致谢。当时我们就指出，面对李在明的感谢，李在镕表现得诚惶诚恐，崔泰元则一副受之无愧的模样，根本搞不清里面的水有多深。作为韩国首席财阀，李在镕太了解什么叫高处不胜寒了。今天你对政客有用，他们就吹捧你是韩国英雄，明天出问题了，往往是第一个被抛出来的替罪羊。果然，这场感谢秀才过去40多天，三星和 SK 便惹上了麻烦。8月5日，两家公司的 CEO 正式被首尔警方立案调查了，原因竟然是给员工涨薪太多，涉嫌侵害股东的利益。你听听，这叫什么话？公司效益好，给员工涨薪水，居然也能被调查，这让以后的韩国企业家怎么安心的经营公司？看到这个结果，估计崔泰元会拍着大腿感叹，还是李在镕高明啊。那么李在镕究竟在李在明的深深的一鞠中嗅到了什么危险？简而言之，4个大字：树大招风。东方有一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，讲的是一个人赚钱的时候一定要低调，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眼红的人太多就会出乱子。今天三星和 SK 海力士被立案调查，就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深意。众所周知，受 AI 浪潮的影响，两家公司的 HBM 内存芯片供不应求，利润率高达 80%， 一年赚了过去好几年的钱。而且崔泰元还多次放空说，预计内存芯片的短缺将持续至2028年。言下之意是 SK 海力士的好日子才刚开始。反观李在镕则很低调，表示三星的 HBM 技术不成熟，还要追赶先进制程。其实全世界的 HBM 技术最先进的就是他两家，三星稍微落后而已。崔泰元的高调很快被工会、股东、政府3个方面盯上了。工会说，你赚了那么多钱，不给员工分点吗？股东说，你赚了这么多钱，分红不该多点吗？政府说，你赚了这么多钱，不该为韩国的未来做点投资吗？崔泰元倒也不含糊，给员工发了相当于月薪30倍的奖金，又和李在镕一起向李在明承诺，未来10年内在韩国投资4800万亿。SK 海力士的股价更是一飞冲天，市值一举超越三星，晋升首席财阀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大家的愿望都被满足了。但是崔泰元没有想到的是，6月下旬，韩国股市进入剧烈震荡期，频繁的暴涨暴跌，导致40多万人爆仓。愤怒的股民在国会前摆满了花圈，谴责政府不作为。怒火很快烧到了 SK 海力士与三星头上，因为这两家公司的总市值加起来占韩国股市接近一半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股价不稳定，自己怎么会亏得这么惨？随后，一个名叫韩国股东运动总部的团体把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 CEO 告了，指控他们犯有背信罪，矛头直指他们给员工加薪，没有和股东商量就把利润分了。如果这些钱在账上，股价能波动的这么厉害吗？问题是3月份 SK 海力士、三星给员工涨薪时，他们怎么不告？还夸他们是韩国英雄。现在股价下来了，便开始翻旧账了。这么看 SK 海力士、三星是挺冤的。无奈的是，谁让他们两家是韩国最赚钱的公司呢？其实在这场看似闹剧的背信罪指控背后，隐藏着韩国财阀的宿命。你们不仅是韩国经济的发动机，也是社会矛盾的排气阀。赚大钱拉动 GDP 时，你们是大韩民族的骄傲；股市熔断、散户爆仓时，你们就是万恶的资本家。韩国股市这波震荡，总得有人出来平息几十万股民的怒火。谁来平息啊？难道让李在明承认是监管无能，自己调控失误了？至少暂时不可能。最优解是让最显眼、最肥的那只羊先出来挨刀。这就是李在镕为什么在面对政客鞠躬时会感到脊背发凉的原因。他太懂这套权力的游戏了。作为曾经踩过缝纫机的顶级财阀掌门人，李在镕深知政客的腰可以弯下，但是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40多天前给你鞠躬，要的是你真金白银的投资承诺；40天后警方立案，要的是平息韩国股民的怒火。在这场交易里，再庞大的财阀也不过是李在明用来平衡社会情绪的工具罢了。相对于李在镕的如履薄冰，崔泰元这一次确实是被泼天的富贵冲昏了头脑。垄断 HBM 的利润固然诱人，但他忘记了利润越高，盯着你的眼睛就越红。在韩国股市频繁剧烈波动的背景下，任何一个企业的超额暴利都会被外界视作为对其他群体的剥削。你不仅给员工发了30亿个奖金，还到处炫耀这种好日子能持续到2028年，那简直就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股东会觉得，既然未来几年都不差钱，凭什么钱都分给高管和员工，不拿来回购股票拖跌？散户会觉得，你们赚的盆满钵满，我们承担了所有，这分明是你们操控市场，吸我们的血。树大固然根深，但是大树最先迎来的往往是摧枯拉朽的狂风。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遭遇，也给所有站在时代风口上狂飙突进的企业家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。赚钱很难，但更难的是赚钱后如何分配平衡各方的利益。时代的红利也可以让你一夜暴富，但人性的嫉妒与群体的愤怒也能让你一夜间身陷囹圄。真正顶级的企业家如李嘉诚，永远懂得如何在暴力中保持克制，不赚最后一个铜板。毕竟当风向变的时候，长得最高的那棵树往往断得最惨。